电视大叔，现在都21世纪了，男女平权，为什么孩子还是只能跟爸爸姓，不能跟妈妈姓呢？孩子跟谁姓，这个聊起来很容易挨骂，但是我可以讲透啊。但你得给我点时间。首先你是要思考一个问题啊，男人养孩子是不是天职？是啊，怎么不是？问题就出在这，逻辑的起点就错了。男人养孩子，他其实是违背天性的。你先别着急骂我啊，你去看一下动物世界，你想一下，是不是绝大多数的雄性都是管生不管养的？少数的鸟类，它的那个雄性会肩负起抚养孩子的责任，但时间都很短，孩子稍微大一点，它就会飞走。那么哺乳动物里面这种情况尤其严重，基本都是管生不管养。哺乳动物里面，雄性它只负责把其他的雄性打跑，把自己优秀的基因传下去嘛，然后剩下它就不管了。在群居型的哺乳动物里面，比如说牛群，它整个的雄性它会肩负起保护整个族群的孩子的那个责任，但是落实到具体到每一个孩子，它还是由雌性来抚养的。大猩猩也是这个样子啊，就是说孩子他终归是跟着母亲长大的，就是说雄性他天生就是管生不管养，不要去考虑从道德方面指责，它是一种进化的结果。然后你再看一下我们人类，又会出现一个很反常的现象，因为我们人类直立行走，女性的她的盆骨变小，所以就导致我们所有的人类都是早产儿。按照寿命来折算的话，人类的怀孕期应该是在2年多是比较合适的，但我们实际上人类9个多月就生下来了。因为如果你不是早产生下来的话，这个孩子根本生不下来，你全都得夭折。其他的动物孩子一生下来都是会跑，是吧？会跑会走，我们人类生下来的孩子就是一团肉，2、3年的时间里面都是一团肉。那么这个抚养过程是离不开男性的，所以说你看这里就形成一个不可调和的矛盾。一方面管生不管养是雄性的一个天性，另一方面人类的孩子的抚养又离不开男性，那怎么办？我们就在2方面进行了改进，一方面是生理上的，一方面是社会上的啊，就包括女性，你看一下女性的乳房永远都是鼓胀的，这是在其他哺乳动物里面都没有的。你去看一下那个大猩猩，它只有在哺乳期的时候它才会鼓胀起来，但是我们人类不一样。那么这个东西它就是让女性对她的丈夫保持一个长久的性吸引，然后我们还没有发情期，然后我们还隐藏的排卵期，它这些生理上所有的改进的目的就一个，就把你的这个丈夫牢牢的拴在身边，肩负起那个抚养孩子2、3年的一个责任，这是生理上的一个改进。还有一个社会意义上的就心理上的改进，这个就是姓氏。大家千万不要以为好像孩子跟父亲姓是男女不平等的结果，不是的啊，在古代社会，在原始社会，男女都是很平等的。那为什么我们的老祖宗会让孩子跟父亲姓呢？因为姓氏的本质它就是一个归属标签。重复一下，姓氏就是归属标签，就什么意思呢？从文化意义上，从心理意义上告诉你这个孩子是你的种，给他打上一个标签，你当父亲的应该负起责任哦，这就是姓氏的意义。你也别着急抬杠啊，如果孩子跟母亲姓，难道这个孩子就不是你的种？你听我讲一下，女人怀胎9月非常辛苦，中间有各种孕反现象等等等等，但是正因为很辛苦，所以母亲对孩子的感情是不一样的。你想一下，从无到有，然后肚子慢慢的大，是吧？所以经常说孩子就是母亲身上的一块肉嘛。所以母亲跟孩子之间，它是一种天然的生理纽带的。但是你换位思考，男人是没有的。男人基本上释放完信号之后，后面就没他啥事儿了。那么当孩子生下来之后，他缺乏这种天然的生理纽带。其实很多父亲都有这个惯常性的思维，就他第一回当父亲的时候，他都会琢磨一下，这是我的种吗？不是，你千万不要误会啊，他好像怀疑妻子出轨没有，而是所有男人的通病。第一回当父亲的时候，看到这个陌生的小家伙，这是我的娃吗？因为怀孕的过程中他没有参与。对，他没有参与这个过程，他没有这种天然的生理纽带。正因为他没有这种天然的生理纽带，所以说我们的老祖宗在男女平等的情况下，才会把这个归属标签拿到给男方，告诉他这是你的种。所以说孩子应该跟谁姓，
你从法律意义上来说，当然是跟随姓都可以，母亲当然有这个权利。但如果你抛开法律，你从道德层面，我建议还是孩子跟父亲姓。咱们呢不要去整那些男女平等的什么女权之类的大词儿。比如说有一天你当了母亲，你孩子生下来的时候，你就只需考虑一点，你希不希望你的孩子跟他父亲之间有更强的精神上的心理上的纽带，就这么简单。如果你希望加强这种纽带，你最好就让孩子跟父亲姓。但如果你比如说你根本就不在乎，就按照现在流行的说法来说叫去父留子嘛，那你就无所谓啊，就这么一个简单的一个事儿。